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8月22号至24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表示，时隔3年，此次金砖峰会将恢复线下举办，这意味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大概率也会现场出席。如果成行，这将是普京自俄乌冲突以来首次出国参加重要的国际多边会议。此外，南非这次邀请了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金砖峰会，规模空前盛大，也意味着金砖机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7月9号表示，将于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是一次面对面会晤。拉马福萨说，金砖国家领导人已经有近3年没有举行线下会晤了。他宣布，南非已向金砖国家所有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所谓逮捕令。美西方舆论声称，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有义务逮捕踏上南非国土的普京总统。还有舆论声称，有鉴于此，南非或将金砖峰会主办权一手交于他国主办。但南非总统府当时就驳斥了这类假消息。南非最高法院也表示，按照国际惯例，南非有权豁免入境的任何现任外国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金砖机制国家没有在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上跟随西方而起舞，一直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6月底还率领非洲7国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组成非洲和平代表团，先后赴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穿梭外交，并提出了非洲的10点主张，但未获乌克兰政府接纳。巴西也提出了代表南美的和平主张，而印度也多次在联合国的投票中顶住美西方的压力，投下弃权票，并拒绝制裁俄罗斯。美西方舆论甚至因此抨击印度是美日印澳4国机制的内奸。南非总统拉马福萨9号强调，南非保持中立、推动对话的角色十分重要。在地缘政治局势如此多变的情况下，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应该能够发挥其长期以来的作用。他提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指出这也是曼德拉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他能够与各方对话，无论他们是否有冲突。从目前峰会的准备来看，就是南非已经确定是线下举行，而且邀请普京去南非参加，不会就是发生像什么逮捕令什么之类的，应该是通过外交豁免的方式，这个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5个国家。经过10几年发展，该组织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展，合作成果日益丰硕。在此基础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参与其中。南非透露，南非已邀请所有非洲国家元首出席峰会，除了他们，还邀请了非洲联盟在内的地区组织领导人和商业领袖。非洲共有55个国家，毫无疑问，这将是金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第一个代表就是体现出这个金砖国家机制本身是一个新型的南南合作，是为了发展国家发展谋取利益的一个合作机制。第二个就是体现出这个金砖国家与这个南方国家吧，全球南方国家的一种相互合作，然后推动南南合作的深入发展。南非政府透露，目前已有25到30个国家以非正式的表达了成为金砖国家大家庭意愿的强烈愿望。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苏克拉尔表示，不断地被发达国家小圈子集团边缘化，令发展中国家普遍感到很沮丧。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金砖国家集团，因为后者正在努力创建一个多极化和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印度外长苏杰生不久前也感慨说，金砖国家不再是替代品，而是全球舞台上一个已确立的特征。金砖国家所代表的改革意义必定传遍多边主义的世界。他还表示，金砖国家不仅仅意味着多极化，还意味着应对国际挑战的多种和多样化方法。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金砖机制成立以来只扩容了1次，即2010年吸收南非加入，金砖由4国变成5国，13年来一直没有增加新成员。去年6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期间，5国领导人就金砖扩员问题达成重要共识，支持讨论扩员标准和程序。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透露，扩员已经被纳入讨论议程。因为去年提出制定标准嘛，那今年可能就是
提出一个类似于标准一样的一个文件，就是吸纳一个成员，它也需要一个过程。扩员这个进程它是一直在推进的。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否会被邀请参加此次金砖峰会，也是悬念之一。上个月，马克龙主动表示希望能获邀参加，如果成行，马克龙将是第一个获邀参加金砖峰会的西方领导人。但俄罗斯方面表达了反对，理由是不希望对俄不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出席金砖峰会，认为此举不合适。不过，最终决定将由东道主南非做出。马克龙想参加金砖峰会，被欧洲舆论认为是革命性举措。舆论长期认为，金砖国家代表的是新兴经济体，但法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也出现与新兴经济体接轨的想法，并称之为全球南方国家。观察指出，在美国的霸权主义高压下，其实发达国家也沦为受害者。相比之下，金砖国家追求平等和互助的原则，对法国来说具有吸引力。法国也意识到，金砖国家正在推动新的货币结算方式，这与法国的利益相符，因此摆脱美元的影响成为未来的趋势。也是这次峰会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一直以来金砖合作都是以新兴经济体合作为代表参与的一个机制，然后这次是首次由一个发达国家的元首主动提出要参与峰会。当前的一个全球治理面临一些挑战，这种挑战最直接的就是比如说经济方面还有政治方面，欧洲都可以说是深陷其中。他希望能够通过金砖合作的方式增加与这个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沟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国民党侯友宜、民众党柯文哲、民进党赖清德呈现出三角鼎立的态势。民调目前暂时落后的侯友宜，面临的仍然是蓝营的团结问题。侯友宜9号首次就2020年台湾选举时未给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足够的支持表示道歉。国民党内舆论认为，侯友宜的道歉有助于党内整合跟团结。侯友宜一大早直奔自己的家乡嘉义县朴子市造势，不少乡亲早早等在现场，还有人沿路高举广告牌簇拥侯友宜进场。面对热情乡亲团团包围，侯友宜合影拍照来者不拒，有乡亲送出蒜苗预祝当选。是我从小到现在将近有50年的同学，友谊很重要，朋友的感情，只要是对的人做对的事，我们永远都是凝聚在一起。党内舆论认为，2024选举蓝营面临的重要问题仍是团结。民众游戏2020年选举时，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虽然人气高涨，却因国民党从初选到部分地势势力并未展现出精诚团结，最终惜败。有党内媒体近日炒作韩国瑜和侯友宜之间的局域历史，称侯友宜当时对韩国瑜竞选一直不冷不热，还因韩国瑜在新北市的造势场地遭破坏，要求他赔偿。但韩国瑜却落落大方，近期出席侯友宜的造势活动。侯友宜9号也首次对韩国瑜正式道歉，表示4年前自己帮的忙不够多。我侯友宜民金节的中间我甲斗3天无够，韩国瑜咱嘛甲斗3天无够，拢互因两个歹势，互因两个转落选，这我心情我都家己检讨。对侯友宜的道歉，韩国瑜回应称，他从政以来始终不变的信念就是爱与包容，也期盼所有真正担忧台湾未来的人士都能团结，一起为人民福祉努力。另据党内媒体报道，国民党大佬、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和最近才加入侯友宜竞选团队的金溥聪，都对侯友宜进行了指导，鼓励他头要软，心要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德维认为，侯友宜的道歉有助于党内整合跟团结，毕竟国民党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在国民党内团结一致的同时，侯友宜向民进党及其2024参选人赖清德开炮。台湾夜店杀警案凶犯易宝红被判刑9年，2019年入狱，随后被调到外役监服刑。这一包庇行为近期引爆岛内舆论，侯友宜怒批民进党政府不公不义。再重申说一次，杀警案的受刑人能够移到外监，以及嫌犯可以交保，这样不公不义的制度，你把人民当市交吗？赖主席，你是执政党最重要的这个成员，为什么外监发生这么多事不做？你现在来说，明明你就是摆烂嘛，赖主席你就是不做嘛。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
重返执政，让民进党要下架。赖清德另外受人诟病的是近日发生的巧遇事件。赖清德日前抛出补助私立大学学杂费的政见。8号，他参访台中东海商圈，巧遇2名大学生，当面向赖清德表达感谢。这条新闻一出，立刻在岛内网络上受到广泛质疑，网友纷纷嘲笑他自导自演。赖导得好，很明显呢，这做的实在是太假了。即便呢，现在有民进党的立委跳出来说，这个叫做鸡蛋里面挑骨头，根本就不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个鸡蛋，你们这完全就是演出来的假蛋。就鬼扯淡，那些钱根本就还没发下去。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巧遇政治学并不是什么新手法，其常用形式是民众或网红恰好拍到政治人物亲民行径，如今更升级，背后却难掩人为的复杂痕迹。而面对质疑，民进党最惯用的辩解方式就是称对手在操作认知作战。只是一旦造神过头，必引发负评，赖清德恐怕很难让民众信赖。